全球銀行防範的從來不是第二護照，他們防範的是身份脫節的幽靈客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獨立離岸顧問 Sean。這2年有很多找我諮詢的老客戶都在抱怨同一件事兒。以前花個10來萬美金拿一本加勒比，或者投資房產拿一本土耳其護照，感覺全世界的銀行大門任你開。但是到了2026年的今天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遭遇無休止的 enhanced due diligence， 甚至要求補充非原籍國的長期稅務居民證明，甚至資金還沒進去，賬戶先被 freeze 了。很多人開始焦慮，是不是第二身份徹底廢了？小國護照是不是被全球銀行拉黑了？今天這期視頻，我想揭開全球金融體系的底牌，告訴大家一個2026年的殘酷真相：全球銀行防範的從來不是第二護照，他們防範的是身份脫節的幽靈客戶。說白了，就是你明明長期住在美國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亞、新西蘭，卻突然拿一本加勒比護照到處開戶，銀行根本搞不清楚你到底是誰，你的稅務居民身份是什麼，你的錢從哪兒來，而這才是今天全球合規體系最敏感的地方。要知道，世界正在從離岸隱秘時代走向全球閉環時代。話不多說 ，Let's get into it。2026銀行大變臉。為什麼小國護照不靈了？過去10幾年，我們經歷了 CRS、FATCA、AML， 而到了2026年，隨着加密資產報告 CARF 的全面落地和企業受益人 BOI 的徹底穿透，企業的審核邏輯已經從你有多少錢變成了你憑什麼有這筆錢。特別是大家熟悉的 CBI 投資入籍項目，比如聖基茨、聖盧西亞、瓦努阿圖等小國護照，過去很多人覺得拿一本到處都能開，但現在歐美很多銀行已經明顯提高了審查級別，尤其是美国。這一點，我作為長期生活在美國的人，感受是非常明顯的。現在很多美國銀行、券商、支付平台，只要看到加勒比護照、離岸架構、多重稅務居民身份、合規系統，立馬就會拉響警報。很多人只是更新一下 W8 BAN 地址證明、稅號，結果突然收到 Your account is under review。這個時候，你補材料、補稅單、補資金來源，等好幾個月，甚至直接關戶。問題並不一定出在這本護照身上，而是你的身份、稅務、地址、資金流彼此對不上。現在全球哪些地方仍然友好？很多人以為全世界銀行都不行了，其實不是。現在全球出現了明顯的分化。這裡我總結了3大體系的保留地。第一大體系，中東明珠阿聯酋 UAE。迪拜依然是目前对第二身份最友好的中心，因為它本身就是建立在多國籍、多架構基礎上的國際金融城。但2026年去迪拜開戶，潛規則變了，銀行不再看你單手甩出一本小國護照，他們要看的是你的阿聯酋居留權，也就是 Emirates ID， 本地的真實實體 substance， 以及清晰的資金来源。手上只有一本小護照，沒有阿聯酋的大居留，在迪拜同樣寸步難行。也就是說，你不能只是有一本護照，你必須像一個真正長期在 UAE 做生意的人，這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。第二大體系，高加索體系，這裡就是我們頻道的老朋友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。為什麼很多國際客戶喜歡？因為這些地區更務實，銀行通常看你有沒有本地居留，有沒有稅號，有沒有公司，有沒有正常的業務邏輯，而不是單純看你護照是哪國的。這其中我們出過不少視頻介紹過，來自格魯吉亞的 Bank of Georgia， 也就是 BOG， 目前依然是全球範圍內對國際客戶相對友好的銀行之一，尤其是針對多幣種、國際轉賬、第二身份、非居民客戶，接受度仍然是非常高的。當然，2024到2026這2年，格魯吉亞也明顯加強了對於 crypto 的審核、大額跨境資金以及離岸架構的審查，已經不像是前幾年那麼寬鬆了。而亞美尼亞針對個人開戶審核相對嚴格，需要先註冊公司，再以公司賬戶擔保開設個人賬戶。它針對 crypto 大額跨境 offshore 結構相對格魯吉亞 BOG 要嚴格那麼一點點。第3大體系，新加坡和香港。
儘管過去2年間，新加坡因為違法犯罪事件對小國護照的審查級別高了很多，但是從歷史的長河來看，新加坡和香港兩地總體還是政策開放型地區。經歷了上10年前的來了就開，以及過去2年的短暫居延，新加坡和香港兩地已經從對第二身份小國護照開戶友好，轉變為了對高質量客戶友好。什麼意思？如果你有清晰的亞洲業務流、合理的稅務邏輯，帶資入場，你依然是座上賓。如果你指望拿個空殼公司去藏錢，或者頻繁的做高危跨境走賬，對不起，合規系統立即會秒速拒貸銷戶。真正高級的國際玩家，2026年怎麼玩？密碼就在這麼4個字：邏輯閉環。成熟的玩家早就放棄了一本護照闖天下的幼稚想法，他們追求的是身份、居留權、稅號、實體公司、銀行賬戶、業務流6位一體，邏輯自洽。比如中東流聖基斯護照加上 UAE 的黃金簽證、UAE 的真實運營公司、迪拜本地銀行，形成完美閉環。美系流土耳其的護照加上美國 ITIN 個人稅號、特拉華或者懷俄明州的 LLC 美區的商業銀行，比如 Mercury 或者 Chase， 再加上真實的跨境電商或者諮詢業務流等等。在2026年，銀行最喜歡的客戶絕對不是開盲盒一樣的神秘離岸玩家，而是鏈路清晰、一眼就能夠看懂的正經國際生意人。所以，不是第二身份不行了，而是粗暴的、斷層的離岸套利時代已經終結。2026年以後，全球進入了高透明、強合規的時代。未來真正值錢的，從來不是一本孤零零的護照，而是一整套合規、穩定、能夠對抗周期的全球身份與資產閉環體系，這才是未來。如果你也在規劃第二身份、海外銀行開戶、離岸架構、跨國稅務籌劃以及全球資產配置，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或者直接私信我們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視頻，這種站在全球視角看資產、稅務和身份邏輯的內容，歡迎訂閱順手牽羊頻道，關注我，讓你全球都有人。我是Sean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